车站做好体温检测工作。在排队等候列车时，分散候车，与其他乘客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感谢您的配合。乘客您好，目前正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障您的安全和健康。请您在进站乘车中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应配合车站做好体温检测工作。在排队等候列车时，分散候车，与其他乘客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感谢您的配合。乘客您好，根据本地时间长度不得超过你好，充20块钱。20。嗯。来看一个。没问题。拿着。好，谢谢啊。嘿，你好，我是尹白猿。隔了这么久 ，InCard 的优化版本呢，终于是做完了。这个版本呢，在大家的建议以及我自己的想法的基础之上，做了大量的改进。当前已经出来的这一版本，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版本。今天呢，就用一个视频的时间，给大家看看我们都有哪些改进的地方。当然呢，好事说在前头。同样呢，这个视频呢，我们也会在 B 站和 YouTube 两个平台分别抽出2名幸运观众，来送给大家这个优化以后的 InCard。当然呢，想要知道如何参加这个活动呢，一定请朋友们看到视频的最后，我会在最后公布参加这个活动的方法。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看 InCard 的新版本到底有哪些改进。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拿在我手里的就是 InCard 的初始版本以及优化以后的版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初始版本的正面、背面，这是优化以后版本的正面以及背面。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初始版本它的后面能看到1、2、3、4个开槽。为了让开槽里头的元件更稳固呢，我们之前做的是让它的后面增加一层覆膜。现在新版本它的后边是一个整体，这样后边的那层覆膜就省了。这样做呢，其实有2个好处：一来就可以让我们的 InCard 进一步压缩它的厚度；其次呢，没有背面的覆膜，我们能直观的看到后边的整个的 PCB 纹理，这样会给大家一个更好的这个很有科技感的视觉效果，看上去会好很多。另一个比较大的改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个尺寸的缩小。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在这个基础上上下左右4个边呢，分别进行了3毫米的缩减啊，这样我们看上这个卡呢会更小巧一点啊，方便大家的手持，也方便放在大家的兜里或者其他地方。因为尺寸缩减了，我也会让它上面的所有的元件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排布，同时呢，我们也把之前贴片元件里边的电容和电阻从0603的规格变成了0402。最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改进，就是我们在它的右下角开了一个小小的孔啊，这个孔大家可以穿挂绳或者钥匙扣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也是为了增加这个便携性的。对于盖板层呢，我也进行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优化。大家可以看到，之前的这个盖板层呢是用这种 PVC 材料制作的，那我们轻轻稍微一掰，它就会弯啊。整体上它这个耐用性比较差。当然呢，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材料在激光切割以后，它这个给人的廉价感啊非常非常的严重。那所以呢，这一点我是非常忍不了的，所以进行了一个在新版本里头进行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改进。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新版本的盖板啊。新版本的盖板是质量非常好啊。我们用什么制作的呢？大家相信已经猜到了，我是直接使用的PCB 去制作的这个盖板啊。因为整个的 PCB 的制作工艺，它的精度非常高，所以我们做出来的盖板也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它的这个相关的边缘呀以及它的整个外观呢感觉都很不错。放在一起呢这样才更像一个
工艺品。当然还有其他细节部分的优化，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接下来我带着大家一起动手把它做出来，在制作的过程中呢，让我们一起去发现它那些新的亮点。制作 InCard 第一步就是将所有的元件和结构焊接好。这次制作使用了很多0402封装的电阻和电容。我先来给好奇宝宝们看看0402封装的元件到底有多小。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画面左边是一张标准的 TF 卡，右侧从上到下依次为0805电阻、0603电阻以及0402电阻。下面这个最小的就是我们的主角了，是不是有点看不清楚？我们放大一点，看上去好了一点，不过还不够清楚，我们再放大一点，现在就好多了。可以看到0402电阻太小，上面连丝印都没有。这个是我常用的陶瓷镊子，0402电阻比镊子尖大不了多少。咱们把3个电阻都垒起来试试。算了。下面给大家嘲笑一下我手工焊0402贴片的手艺。看到这儿，你肯定头已经大了。想要自己做的小伙伴们不用急，为了手残患者也能做出 InCard， 我直接联系了贴片工厂，直接制作了一批已经贴好基本元件的板子，包括核心 IC、FFC 连接器在内的几乎所有元件都已经贴好了。如果有需要，大家在淘宝搜索尹白元期货铺直接购买就行了。有了这个基础的板子，我们还需要做一点小小的处理。先来焊接这个 4P 排母。我们能买到的常见的 1.27 排母都是直插的，首先需要把它改造成能卧贴的样子。把排母放平固定好，用一个硬一点的东西把排母接角向下压，处理好以后把它焊到 PCB 对应的位置上就行了。接下来把盖板层放上去，把盖板和底板的各个边对齐。对齐以后用电烙铁把各个固定用的焊盘都焊接好。最后给电池槽内部的5个焊点上锡，这里是为了更好的接触电池负极。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把锡上太多，焊点如果太鼓的话，电池可能会超出上表面，而且固定不紧。焊好以后，把电池正极朝上压进电池槽即可。最后一步，焊接 IC 卡芯片，这里为了后期复制方便，我使用的是 CUID 芯片，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用其他 IC 卡芯片。接下来我们把公交卡的功能也集成到 InCard 上，在原理上公交卡的内容也是可以复制到 IC 芯片上的，但是这种带着金额的 IC 卡的复制非常的复杂，而且还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为了更保险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直接把公交卡里边的这个芯片拿出来，直接焊到 InCard 上就可以了。首先找到一个强光源，照射公交卡表面，我们可以找到 IC 芯片的具体位置，用铅笔把芯片的大致轮廓画出来，用剪刀把芯片剪出来。找到芯片的位置以后，具体如何才能把芯片取出来呢？在这儿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因为我自己使用的是通过热风枪吹的形式，一点一点把它外边的这个塑料剥开以后，芯片就出来了。但是我使用的这种方式呢，成功率并不高。然后我自己呢，也是损坏了一个芯片以后，第二个才成功。所以我也就不把我的这种方式推荐给大家呢。然后我在淘宝上，在网上找了很多的方法，我看到有一种还不错，就是在淘宝上会卖一种这种溶液，你把这个小的卡片在这个溶液里头泡5到8个小时以后，那它这个外边的这个塑料呢就可以自动剥开了，然后里边的芯片呢也不会损坏。那我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方法把我们的里边的这个卡给取出来，效果可能会更好。得到完整的公交卡芯片以后，把它轻轻地放到 InCard 的 IC 卡槽中，并把两侧的焊点焊好即可。焊接好 IC 卡芯片，下面的工作就简单多了。把 1.54 寸墨水屏拿出来，轻轻将排线插到连接器里，然后把屏幕轻轻压入槽中，用镊子把连接器翻盖压下去。这里要注意，不要把一侧压下去以后再压另一侧，应该均匀地把两侧翻盖缓缓压下去。弄好以后，把屏幕保护膜撕掉，把透明的屏幕保护片嵌入槽中，最后用3毫米宽的双面胶粘到盖板层的长边两侧，用美工刀把多余的双面胶清理掉。撕掉双面胶隔离纸，把顶部覆膜贴好即可。
这里，如果你对自己的焊接水平比较自信，也可以使用透明覆膜，效果更炸裂。如果这一切顺利，按下右下角的按钮 ，LED 灯应该会亮起来。稍等片刻，屏幕上就会刷新出来默认图案了。制作好了硬件，我们再来谈一谈软件部分。实际上，软件需要的功能就是对这个屏幕进行内容上的修改。我使用的方法呢，是在 PC 上通过上位机来对它做调整。那怎么连接呢？我们用的是串口通讯模块，然后连接上我们的 InCard 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能买到的常见的串口通讯模块呢，都是这种 2.54间距的普通的排针排母。那为了能够连接在一起呢，我们就需要有自己再做一个小小的转接器一个很小的一个 PCB 的模块。那一边呢，我们插这种 2.54间距的排针，那一边呢插 1.27间距的排针。焊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转接器将 InCard 和串口通讯模块连接起来。那这一头呢，连接在电脑上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对它进行操作的一个电路连接。先来制作一下连接器，我们需要 PCB 底板、1.27排针、2.54排针各一个。具体焊接就很简单了。已经经过了贴片焊接洗礼的你，现在可以傻笑着说，这都不叫事儿。拿出串口通讯模块，用杜邦线连接好 3.3 伏接角往下的4个排针，把杜邦线理顺，并且一一对应插在连接器的 2.54 排针一侧。最后把连接器 1.27 排针一侧插入 InCard 的底部排母即可。把串口模块直接插到我们电脑的 USB 接口以后，剩下的事情呢就都在电脑上完成了。首先要确保你的电脑已经安装了 CH340 串口芯片驱动。确认后打开 InCard Master， 点击连接 InCard 按钮，程序会自动连接设备。在最左侧，我们最多可以设置8屏数据，现在先设置4屏演示一下。点第1屏按钮，打开一张图片，可以选择需要二质化的区域。拖动滑杆可以选择阈值。点击抖动算法，可以对图像进行抖动处理，用来模拟灰度效果。点击预加载就能提交第1屏数据了。点第2屏按钮，再打开一张图，设置一下效果，继续提交。第3屏我们选择二维码工具，输入一些信息，点生成就可以提交二维码了。最后还有一个文本功能，可以输入文字并修改成你希望的字体，点击生成就可以对文字取模了。4屏数据都设置好了，点击同步数据按钮就可以将数据同步到 InCard 里了。这些数据都将存储到 STM32 的 Flash 区域中，所以断电也可以保存。等进度条走到 100%， 同步就完成了。上传完成以后，卡片屏幕显示的就是软件里当前屏幕的内容。我们按右下角的按钮，指示灯会亮起，稍等片刻，下一屏的数据就产生了。我们如果一直按下去，它会在4屏内容之间来回切换。使用 IC 卡也非常简单，只要拨动右侧的拨动开关，分别对应着上、中、下3个 IC 芯片。比如我们拨到最上面，拨到最下面。相信到现在为止，大家应该都已经能玩转 InCard 了。现在呢，我再就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做一下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换电池。实际上，因为我们的最外层的这层膜的两侧是用双面胶固定的，所以它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去撕开的。撕开以后，你可以把电池换了以后再粘上。如果粘性不够了，你也可以把这个双面胶取掉，再重新再处理一下。当然，实际上我们这个东西整体还是非常省电的，一个纽扣电池能用很长时间。那我们现在可以比较定量的来分析一下，大概能用多长时间。首先要明确一点，
我们只有在按下这个按钮刷新屏幕的时候，这个 InCard 才是耗电的。那平时我们用它进行刷卡呀、门禁呀、地铁呀等等等等，其实是不耗电的。然后呢，在按下以后，实际上它的整体电流峰值都不超过3毫安。然后呢，整个过程我们从开始按下去到刷新整个的时间也大概不超过10秒钟那我们就按10秒来计算。所以呢，按一次它的耗电量我们暂且可以按30毫安秒来计算。那我们的2016纽扣电池呢，平均的电量呢差不多是70毫安时左右。那我们可以拿计算机算一下，70毫安时也就是252000毫安秒，那再除以30，也就是8400。那这个值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我们大概可以这么按下去，然后让屏幕刷新8400次这个纽扣电池的电量才能耗干净那假设平均按我们一天按10次来计算的话，也能用2到3年这么一个样子。那实际上呢，你每天其实用不了这么多，而且呢另外考虑到它自己的这个电池有一定的时间损耗，其实用2到3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儿焊了3个 IC 芯片，那这个是怎么来复制你自己的这个门禁卡实际上我们常用的门禁卡大概就是这2种，这样的形式或者这样的形式当然我们现在说的都是 IC 卡，那 ID 卡呢就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比如我们想把这一张卡的内容复制到这个里边的第一个芯片呢，那我们肯定要把它的这个波动开关按到最上面然后呢，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找一个配钥匙的师傅。现在呢，配钥匙的师傅基本上都能配卡，你可以把这个你要复制的卡以及这个胚子卡都拿过去，然后让他帮你复制一下就好了。当然有一些技术比较好的朋友，你也可以自己买一些那个复制 IC 卡的模块自己去搞，但是这个其实挺麻烦的，而且从性价比来说，还不如直接去找一个现成的能帮你复制卡的师傅复制一下就好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在视频的最后，我来说一下抽奖的问题。那最开始呢，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要在 YouTube 以及 B 站分别抽出2名幸运观众。那大家如何才能参加这次抽奖呢？非常简单，你只需要确定2件事就行了。第一，你要订阅我的频道；第二，你要在这个视频下方进行有效留言。那什么是有效留言呢？也很简单，首先第一点，你的评论要超过10个字；第二点，你的评论不能带有一些不良言论就行了。那具体抽奖是怎么抽呢？我会在评论的前10名用户里头抽取1名幸运观众，以及后续的所有评论里抽1名幸运观众。1周以后呢，我会录制一个视频来为大家公布这次抽奖结果。最后再强调一下 InCard 的制作套件我会在我的淘宝店铺上架，大家在登录淘宝以后直接搜索尹白元期货铺，找到对应的商品直接购买就行了。希望我制作的套件呢，能给大家的生活带来那么一丢丢的快乐。好，最后再说一下，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同时能点赞、能分享、能评论能留言当然是最好的。我是尹白元，一个只做好东西的工科男，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